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4.4下半卡池的抽取规划，不过更多是唠嗑杂谈的。XP请按照自己喜欢角色抽就完事了啊。这期视频重点来聊一下肖啊，看完觉得还不错，可以点赞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池经验，同为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啊。如果各位有看官方信息，应该知道这期卡池老米早在1月30号就发出来了，但是到现在才发，是距离上次卡池距离太近了，不太好。趁着快复刻了，下半卡池复刻了2位老角色来聊一聊啊，以及各自的专武。其中一个角色近期登场率极高，也是后面会细聊啊。老样子，先从4星角色说起吧。第一位星焰，这名角色呢属于一名非常冷门的4星物理角色了，火系物理的啊。依靠大招打出大数字的物理角色，同时呢，这角色也需要属性也是比较乱啊，需要防御力啊、攻击力双爆，同时还要保证大招的频繁释放来对充能，要求可以说是不低了，属于一帮真爱玩家去培养的一名角色，而且强度总体也不算高啊。明光呢，开服的4星战神了，当年没有迪卢克玩家一般都会在玩啊，什么4星灵光、雷泽的主流玩法，算时代的眼泪了呀。灵光单体输出为战场的。放在如今3体人横行的版本啊，就算你是满命的，也只能说萌新过度来使用了，不太推荐后期去打深渊使用了啊。延续想要打出高伤害，需要高倍率来弥补没有反应系数的一个伤害嘛啊，比如纳维亚机制就非常好。延续角色打破了我对延续上限不行的偏见了啊，只要机制没问题，倍率够高啊，依旧很强的。目前版本呢，这几个4星也就瑶瑶相对好用了。瑶瑶呢是一位治疗挂草的4星角色，奶量在4星当中算是比较高了，同时有1命的话可以加班15的草伤啊。上位选择可以是白族，治疗挂草增伤的。在配对上，瑶瑶草行酒里面逆路队伍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，就算后期练得好，也是完全够用的一个治疗量了。如果刚好缺一个挂草治疗角色，完全可以练一下，完全没问题啊。简单的说完4星角色，我们聊聊肖这名角色啊，可以说是发展历程了啊。肖首次登场在 1.3 版本，当时肖最强阵容消杀中邦，队伍里面靠中离减看的拜特加工啊，砂糖只能给肖提供充能，就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大招聚怪嘛，你说能聚也就颠少啊，就很难受，就塞了一个位置。我印象当中最高也就5到6万的一个伤害啊。当时还有个水友带着西风肖问我说，我的肖为什么这么强，能打5到6万左右啊？他才2万。看到这里我已经绷不住了，2万伤害一跳啊，确实是 1.0 版本时代的写照了啊。而那时候肖算70啊，但是随着 2.0 版本时代的到来啊，各种强大的主 C 输出就到来了，比如灵华和雷神这种如今还很强的角色。也就是说 2.0 开始肖就开始走下水道的情况了啊。那时候一跳还是5、6万，算高配了。在当时看来，不反应才几万，和胡桃差距是非常大的。胡桃那个时候高配一般都10来万左右了。直到 2.7 版本啊，我要是说错了，弹幕可以帮我补充一下。沉沙套就横空出世了，套装掉血加攻击力，加的可是非常多啊。这时候鸟枪护魔这种5星武器白值比较高来说，沉沙套提升是非常大。但是就算有套装，顶多体验10%左右吧，因为2+2面板好堆，容易成型。理论来说，同样面板是15%左右吧，但是毕竟套装不好出货，这一点相信刷的比较多的玩家应该深有体会啊。然后时间来到 3.3 版本，那个女人来了啊，不是那个，是这个啊，发露桑。这个角色有多强呢？0命的时候大招可以减30%的风抗，弥补了肖自身无法减风抗的短板嘛，同时还有加风伤，随着大招等级而提升，加的越多啊，以及还能根据发露桑的基础攻击力再来增伤啊，这个给的少一点。不过看到这里，发露桑还是不能完全让肖起飞啊，因为肖队伍的总体充能有问题。那么说这里的话，发露桑的命座来到2命啊，延长大招时间6秒，从原本16秒就变成22秒了。因为由于肖大招有15秒嘛，发露桑切人的关系，没有2命发露桑是无法给肖全程增伤的，导致就挺尴尬的。有了这2命就很关键了，同时还能多场球。4命呢，场球会更快，6命就逆天了啊，40爆伤咱们先不说。6命可以让这个4命的效果翻了好多倍的回能，本来回复4点最多，然后最高可以回到6命20多点能量啊，非常恐怖啊！同时还能持续聚怪，这时候就可以带千言套了，稳定触发20%的攻击力加成效果，大幅提升肖的一个伤害。
这时候队伍的就是把沙腾换成暴露伤的一个伤害直接翻倍了，这时候伤害已经来到10万以上了。但是班尼特呢这个角色搭配萧画地为牢以及内鬼的问题啊，让萧的限制很大。你去追怪嘛，伤害吃不到，不追怪也不行，就很尴尬吧。时间再次来到 4.2 版本，万众期待的枫丹版本终于是到来了。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地图设计啊，我相信不少人也应该喜欢啊，这种阳光蓝天白云的感觉吧。然后 4.2 版本就迎来了水神弗琳娜的到来，虽然夫妇真伤非常高吧，搭配萧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需要配合一个能治疗的真伤的角色，那当时的话只有4命的琴了嘛，比较好选择了。同样有画地为牢的一个缺陷的情况，就是还是不舒服嘛，这时候萧还不是很适配夫妇的。到了如今的 4.4 版本，那个女人终于到来了，就是闲云，成功让萧真正的起飞了，没有画地为牢的缺陷、内鬼的问题，而且机动性和伤害大幅提升。就我这个平民萧都能打出10几万的伤害，他们高点都是15万起步的。如果你是闲云夫妇2命的情况下，萧直接20万以上。这2天直播，生日有幸打出了一个25万的一个伤害萧下落，当时把我看懵了，你知道吧？城杀鸟枪啊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不考虑2命的闲云夫妇，也可以让萧从5万开服的时候5万嘛，到现在的15万，那是何等恐怖啊！感觉可以出一个电影了，叫什么《萧上仙的传奇人生》啊，欢迎各位给起个名字啊！看到这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是可以做到小毕业赫路萧夫10万以上的，那么打深渊就是平防打不中怪也是能乱杀的。如果还是说萧不行，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个萧各种视频的一个实战啊，以及参考小程序萧这个队伍的登场率来到了 43% 左右的高额登场率。如果你看到这里打算抽萧，推荐的是有暴露伤和闲云才比较推荐去考虑抽取。如果没有夫妇没有关系，换成中里也是可以，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体验的。虽然说伤害肯定不如带夫妇好嘛，但容错率巨高，非常稳定的伤害，也不怕被击飞了。如果是抽取命座优先级的话，满法大于2命闲云，大于2命夫妇。虽然我没有2命闲云啊，但是我打深渊发现2命闲云的对于萧来说提升非常大，比2命夫提升还要大，因为我2命夫萧顶多就14万左右了。我看别人2命的闲云啊，伤害都不止14万以上的，比我高太多了。至于有谁有问说2命闲云优化萧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不行。最近2命闲云和满命闲云主 C 也玩过，虽然伤害吧手感也还不错，输出也还可以哈，但作为法器角色看哪段只有50点，非常容易被击飞，而且范围伤害也不大。而且不得不说啊，目前版本萧那么火也不是没道理的，底子够好，未来终于是等到了呀。对于我这种完全不出任何角色来说，看到任何一个角色有提升，我都会非常觉得很欣慰啊。不知道下一个角色会加强谁呢？我还是比较好奇的啊。OK， 说了这么多有史以来聊的最细的一个角色了，觉得说的还不错，希望给投币支持一下啊，谢谢啊。然后呢，来说一下8重神子吧。这个角色因为距离上次复刻变化不大，还是经典的小提草神钟离。小提呢也是可以换成海哥这种角色，2个各有千秋吧。不过8重的圣物可以选择剧团套，提供高额增伤，弥补一下增伤区的短板，算是有提升了。但是套装毕竟不好刷，太烂了，我还是带了2+2散搭的。这个角色从目前看来机制其实挺不错的，就是配对还是比较少。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，不玩提拔或者海拔，基本都是比较未来可期的啊，就是不推荐抽取咯。比较推荐去玩提拔和海拔这种玩家去抽取的一位角色了。8重对于专武和命座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属于有啥带啥就行。4星最好就是流浪乐章毕业武器了。命座1命能给能量，但是算偏主 C 的玩法嘛，因为副 C 大招一般开的很少的啊，一般不开。2命推荐在有2命草神情况去补强去抽取，输出和范围都会大幅提升。8重目前就这些了吧，其实也没啥了啊，能说的也不多。然后是武器卡池方面的，秒枪虽然是常驻武器，如果你没有一把5星适合萧的武器，考虑会出神乐能接受，那么直接拿下了。秒枪对于萧来说提升还是非常大的，目前萧带决斗是真的不够抗了呀，太缺攻击力了，我有护魔就跳过了啊。神乐呢给8重提升也还可以，而且还能给其他角色使用吧，比如草神、小鹿用的还都挺强的。4
4星武器也就流浪相对比较香了吧，西风和绝弦相信大多数玩家也不缺了。对于已经有8重和枭的玩家来说，没有流浪来说啊，可以考虑去抽取。就算已经出鸟枪了，然后出个流浪也 OK 呀，是吧？主要是怕出卡池外的5星武器就尬住了啊。总体我还是比较推荐枭玩家没有好的5星考虑去抽取。你要是有这个冠红其实也够用，带个猎号暴击也不缺，是吧？或者护魔直接拿上去就行。但是鸟枪是常驻武器啊，只要不是和我一样飞来说啊，应该都有了吧？可以直接跳过啊。3年了，我卡池没有出过鸟枪，不过幸好我有护魔啊，不然我的枭都跟不上时代了，笑死啊。OK， 该说就这么多了。强度党、臭棋、闲云或者暴露伤和钟离、夫妇其中3个，我还是非常推荐去抽取枭这名角色的。完全体的枭已经算 T0 的天花板了，评级高可以算是3体人了。考虑到枭还需要一定的操作基础，我觉得算 T0 顶多了啊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了。有人看到这里吗？有的话麻烦举个爪让我看看呗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各位拜拜。